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雅典的娇妈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颜值超高、清爽解腻、吃不胖的亚洲美食——越南鲜虾春卷。它的做法超级简单，不加一滴油，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做出健康又美味的食物。想知道怎么做吗？那就跟着我一起走进厨房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准备食材。先准备几张越南春卷皮，也叫米纸。接着是包春卷里面的蔬菜，分别是黄瓜、生菜和胡萝卜，还有虾，以及我提前泡好滤过水的粉丝。随后是蘸汁里面需要用到的食材：香菜、一点小米椒和一片柠檬，还有糖和大蒜。最后是生抽和鱼露。这道菜我用了之前已经泡好的粉丝，所以这里先处理虾。虾头剪掉后，然后虾背上剪一小刀，找到黑色虾线。用手慢慢拉出虾线，接着我们来剥虾壳。虾冷冻10分钟后，虾壳更好剥哦。如果你觉得剥虾太麻烦，也可以直接买虾仁，怎么方便怎么来。一个虾仁很快就剥好啦，剩下的虾也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好。接下来把剥好的虾仁洗干净，把剥好的虾仁放入水中，清洗干净。随后把虾仁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，碗里面多余水分都倒掉。这款菜的虾仁不需要腌制，直接煮熟即可。锅里面倒一点水，水烧开后把虾仁放进去，大火煮3分钟后盛出。如果虾仁个头比较小，煮2分钟就可以了。接着我们来处理蔬菜，先把胡萝卜放入水里面洗干净，洗干净的胡萝卜去皮。胡萝卜去掉皮后，先把头部和尾部切掉，再把胡萝卜切成3段。先取其中一段，把胡萝卜竖起来切成片。这个胡萝卜片不用切很薄，很薄容易切断。接着取几片胡萝卜片叠起来，切成丝。我做了5个越南春卷，差不多切这样1段胡萝卜已经够用了。剩下的胡萝卜我切好后会放到冰箱里面冷冻，下次需要用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了。胡萝卜丝拿来做寿司卷、做色拉、炒肉丝都可以。锅内加一点水，准备给胡萝卜焯水。水开后放入胡萝卜，煮3分钟后滤水捞出，放旁边备用。开始准备切黄瓜，黄瓜只要切1小段即可，差不多这些黄瓜就可以了。随后把黄瓜竖着切成片，方便一会儿切相对整齐的黄瓜丝。黄瓜片不用切得太薄，太薄容易切断。除了黄瓜和胡萝卜，你也可以换成其他的蔬菜，按照你喜欢就好。切成片的黄瓜叠起来切成丝，黄瓜丝也不用切得特别细，特别细的黄瓜丝一拿就会断。切好的黄瓜丝找个小碗装起来，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把生菜洗干净。我这次买的是罗马生菜，也可以换成其他生菜或者适合生吃的蔬菜都是可以的。我一共掰了4片生菜叶，生菜叶洗干净后滤水捞出，放盘中。这次所有的食材包括胡萝卜、黄瓜、粉丝、生菜和虾都需要控干水分，水太多会造成越南春卷皮破掉。接着取3片生菜叶切成丝。还有1片生菜叶留着摆盘时候铺碗底，可以防止春卷皮粘盘子。
切好的生菜叶找一个盘子装起来，放一旁备用。这个粉丝是我提前泡好的，用40度温水泡20到30分钟，泡软后控干水分捞出，再用剪刀把粉丝剪断，剪完后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开始准备做蘸汁，先把香菜洗干净，不喜欢吃香菜的朋友也可以不加，香菜剪取叶子部分即可。剪完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取一个大蒜，先把大蒜切成蒜末，切好的蒜末放入小碗中，放一旁备用。准备一个小碗，空碗里面加入香菜，还有小米椒，怕辣的朋友可以少加一点，以及蒜末，还有鱼露、生抽，一点糖，挤一片柠檬汁，再加入一点水，搅拌均匀后尝一下咸淡，没问题就放一旁备用。开始准备包越南春卷啦。先在砧板上包一层保鲜膜。越南春卷皮很薄，遇水软化后春卷皮会变得有点黏。砧板上包上保鲜膜后，可以很好的起到防粘作用。保鲜膜两端留长一点，分别压在砧板下面。准备一碗温水放一旁。先取一张越南春卷皮放在砧板上，用刷子沾一点水，水一点点的刷上去，避免刷的水过多。一面刷好后，春卷皮还是硬的，这个时候把春卷皮翻面，左手按住春卷皮，摊平后再刷第二面。刷第二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春卷皮越刷越软。还有一种让越南春卷皮变软的方法，是把整张春卷皮放入一盘温水里面浸泡5秒捞出。我个人更喜欢用这种刷子刷软的方法，更好控制水分。春卷皮明显变透明变软了，在春卷皮上方放上切好的胡萝卜丝、黄瓜丝，还有生菜丝以及粉丝。菜都放好后，尽量把菜往春卷皮顶部推，随后把上面的春卷皮往下折，轻轻拉开粘在保鲜膜上的春卷皮，这里的动作要慢一点，轻一点。越南春卷皮特别薄，一碰就能有可能破了。虽然越南春卷皮包起来很考验耐心，但当它的清爽美味进入味蕾的时候，一切都值得了。如果有在减脂期间的朋友，也可以尝试做点越南春卷吃哦。它不仅清爽美味，还没有热量负担。春卷皮卷起来后，一只手捏住已经卷好的那部分春卷，另外一只手在卷好的春卷皮下面放上3只虾仁，虾仁的尾巴都朝里面，保持一致更美观。随后把左右两边的春卷皮往里面折起来。对了，下周的视频我也在安排了，喜欢就点赞加收藏哦。最后用双手把春卷从上往下卷起来。因为在砧板上面铺了保鲜膜，所以春卷皮一点也没有因为拉扯而撕坏。另外，里面还可以包想吃的水果哦，比如芒果、香蕉等软质水果。最后再拉紧一下边缘的春卷皮，一个饱满的越南鲜虾春卷做好啦。其他的春卷也按照这个步骤做好哦。最后都铺到放有生菜的碗中。晚饭我只吃了2个就有点饱了，别忘记沾上配有鱼露的蘸汁哦，特别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住在希腊的娇妈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